起初没有任何人把这场暴雨当回事，它不过是一份气象台发布的红色预警，一次导致早高峰全线崩溃的麻烦，或者是打工人在朋友圈里调侃今天得开游艇去上班的配图段子。前一天晚上，老妈还特意给我打个视频电话。洛洛啊，天气预报说这雨明天还得下，你出门记得带那把大黑伞，多穿件外套，别仗着年轻就不怕冷。视频里，老妈一边系着围裙在厨房熬汤，一边絮絮叨叨地叮嘱着：“知道了，妈，我都在公司备好了干净的衣服。”我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笑着回应：“哎，你爸最近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老妈压低了声音，把镜头悄悄对准了紧闭的书房门。自从前几天他看了几个国外的气象网站后，就整天神神叨叨的。今天更离谱，买了几十箱水和罐头堆在客厅，问他也不说，真是越老越神经了。当时的我只当是在气象局干了一辈子的老爸职业病又犯了，随口安抚了老妈几句，便挂断了电话。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雨不仅没有停的迹象，反而越下越猛。仅过了48小时，城市的排水系统就彻底宣告崩溃，地铁全线进水停运，高架桥堵成了死局，外卖软件上再也没有一个骑手接单，整个 A 市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直到今天早上，我趟着浑浊的已经没过膝盖的积水，艰难地跋涉进公司大楼时，心里那股不安的预感才终于达到了顶峰。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了 A 市上空的乌云，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雷声仿佛要在头顶炸开。我站在公司18楼的落地窗前，看着下方已经变成一条黄浊河流的深南大道，心里开始不安起来。这已经是暴雨连续降下的第5天了。洛洛别看啦，外卖小哥说水太深过不来，订单取消了，烦死了。我刚抢的特价轻食盲盒呢。同事小雅咬着一根棒棒糖，满不在乎地瘫在工位上刷着短视频。这鬼天气就当在公司带薪休假呗，反正水总会退的，政府肯定会派皮划艇来接我们。我死死盯着水面上漂浮的一辆路虎车顶，眉头紧锁，水位不仅没退，反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上涨。突然，办公区上方一直静音播放娱乐节目的电视屏幕猛地闪烁了一下，画面被强行切断，跳出了刺眼的红色预警背景。新闻主播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语速极快，声音里甚至透着一丝颤抖。紧急插播，受超强异常气象影响，市政府已将暴雨预警提升至最高级别，即刻起全市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面实行停工停产停运停课，请广大市民非必要绝不外出，立刻向高层建筑转移避险。主播的话还没说完，电视屏幕啪的一声，彻底变成了毫无信号的雪花屏，整个办公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时，我口袋里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老爸。我刚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就传来了老爸极其严厉的吼声：“苏洛，听着，不要问为什么，立刻离开公司，去找你哥。”爸，怎么了？现在外面水都过腰了，地铁全线停运，我怎么走？这根本不是内涝。老爸的声音剧烈颤抖。我用以前气象局的内部密钥，连上了国外的绝密卫星气象模型。洛洛，这场黑雨是全球性的，它不会停，它会整整下3个月。水位最终会淹没这个城市的。我的瞳孔骤然收缩，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冻结。那 A 市这个常住人口1500万的超级大都市，岂不是会变成人间炼狱？我已经把你爷爷留下的那套祖宅低价贱卖了，全部身家砸进去，在市中心环球大厦的30楼顶层买了2套对门房，连夜爆改成了防空堡垒。你和你哥立刻马上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活着过来。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剧烈的砸门声，伴随着一个男人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苏振华，你个老祖神，给我滚出来！你凭什么偷偷把老头子的房子卖了？那房子有我一半。今天你要是不把卖房款给我吐出来1000万，老子就去法院告你，我带人砸了你这破……”那是大伯苏振民的声音。爸，大伯怎么在那儿？我心里一紧，大伯一家向来是无利不起早的吸血鬼，这些年没少占我们家便宜。这老畜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了我卖房的事儿，带着你堂哥跑来堵门要钱了。老爸冷笑了一声，继续说：“他还在做着分钱的春秋大梦，根本不知道世界要完了。洛洛，记住，从现在起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所谓亲戚。还有，3天前我寄给你的黑色背包，现在立刻打开它，里面的东西能带你出来。”老爸的话音刚落，我脚下的地板突然剧烈震颤了一下，紧接着公司1楼大堂的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凄厉的惨叫声穿透了楼层，直刺耳膜。我猛地扑到落地窗边往下看去，
只见汹涌的黑色洪流夹杂着连根拔起的警官树和报废的汽车，直接撞碎了1楼大堂10几米高的防爆玻璃，浑浊的黑水疯狂灌入大楼，水面上瞬间爆开一团团刺眼的蓝色电火花，那是大厦1楼的配电箱漏电了。我亲眼看到几个原本还在1楼大厅沙发上等雨停的白领，在接触到水面的瞬间，浑身剧烈抽搐，连挣扎都没来得及，就直挺挺地沉入了黑水之中。啪的一声，整个18楼的灯光瞬间熄灭，所有电脑屏幕同时黑屏，备用电源还没来得及启动，整个公司陷入了一片死寂。爸，我明白了，我们在环球大厦见。我挂断电话，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冲回自己的工位，从桌底拖出一个巨大的黑色战术背包。我拉开防水拉链，里面只有一套高强度轻量化救生衣，一把带有破窗锥和血槽的多功能战术折叠刀，2瓶防熊级别的超高浓度辣椒喷雾，2根冷光棒，以及一个被抽真空折叠的极为紧实的单人充气皮划艇和便携式充气泵。洛洛，你这是干嘛去啊？你要下楼？小雅举着补光灯凑过来，看到我掏出那把泛着冷光的战术刀，吓得后退了一步。外面水那么深，你疯了？经理说让我们在工位上等救援的。等救援？我把战术刀别在腰间的卡扣上，穿上救生衣，瞥了他一眼。1楼已经全淹了，配电箱漏电电死了好几个人，这雨不会停，最多明天水就会淹到2楼、3楼，留在这里只有等死。你别吓我啊，哪有这么夸张？小雅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但眼神里还透着一丝不信。那你带我一起走好不好？我们是好姐妹啊。我的船只能坐1个人，在这场灭世的洪水中，圣母只有死路一条。我没有停顿，一脚踹开了安全通道的消防门，迎接我的是楼梯间里呼啸的阴风和下方深不见底、散发着浓烈死亡气息的黑色水域。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哥哥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定位，他在距离我5公里外的体育馆。哥，等我。顺着漆黑的消防通道摸到3楼拐角，脚下已经没路了，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翻滚的黑色洪水彻底淹没了楼梯间。浑浊的水面上，几只死老鼠和泡胀的皮鞋正随着漩涡上下起伏。我没有犹豫，将充气皮划艇扔进水里，快步坐了进去，拿起组装好的双头船桨，顺着2楼破碎的窗户滑了出去。外面的景象比在18楼俯视时更加触目惊心。曾经繁华的深南大道，此刻已经变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黄泉，水深至少超过了2米。路边的红绿灯只剩下一个顶端在水面上忽明忽暗。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上哥哥发来的定位，拼命滑动船桨。一路上，我看到了他在公交站台顶棚上绝望呼救的一家3口，看到了为了争夺一块漂浮的木门板而互相把对方往水里按的西装男。我咬着牙，强忍着不去听那些凄厉的求救声。滑了将近40分钟，我的双臂已经酸痛得快要抬不起来了。前方终于出现一座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体育馆。在体育馆2楼延伸出来的露天看台上，一个穿着黑色退伍作训服、身姿挺拔如松的男人正站在暴雨中，他手里倒提着一把通体漆黑、边缘闪烁着森冷寒光的军用工兵铲。我大喊了一声，哥哥猛地转头，快步走到看台边缘，一把抓住皮划艇的绳索，将我连人带船拉近，随后长腿一跨，稳稳地落在了皮划艇的后座上。原本单人的皮划艇因为承受了2个成年人的重量，吃水线瞬间逼近了危险边缘。爸的情况怎么样？哥哥接过我手里的船桨，他当过5年侦察兵，心理素质极强。爸在环球大厦30楼，大伯在那边闹事。我迅速把老爸的警告复述了一遍。哥哥冷笑了一声：苏振民那老狗，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钱？坐稳了，我们现在过去。有了哥哥这个主力，皮划艇的速度快了1倍不止。然而，就在我们即将穿过一个被淹没的十字路口时，异变陡生，右侧的水幕中突然冲出来一块由3张办公桌拼成的巨大简易木筏，木筏上趴着3个光着膀子、满脸横肉的男人，手里分别拿着生锈的螺纹钢筋和消防斧。他们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木筏借着水流的冲力，直直地撞向我们皮划艇的侧面。哟，小妹妹，这高级皮划艇不错啊，借哥哥们用一用。领头的刀疤男眼睛死死盯着我们船上的战术背包，嘴角露出贪婪的狞笑。他没有丝毫废话，手里的螺纹钢筋直接高高举起，带着风声，狠狠地朝着皮划艇的充气边缘砸了下来。只要砸中，皮划艇瞬间漏气。在这浑浊的深水区里，我和哥哥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坐在我身后的哥哥迎着对方的钢筋，手中的工兵铲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极其刁钻的弧线，一声利刃切肉声响起，哥哥那一铲子落在了刀疤男握着钢筋的手腕上，鲜血瞬间如喷泉般涌出，将周围浑浊的黑水染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暗红。刀疤男捂着手腕，在木筏上发出惨嚎，疼得来回翻滚。另外2个男人被这极其血腥残酷的一幕吓懵了，举着消防斧的手僵在半空，脸色惨白。他们显然只是一群趁火打劫的地痞，根本没见过这种一言不合就下死手的狠角色。哥，
头！我厉喝一声，哥哥默契的猛然低头，我没有任何犹豫，拔出腰间的防熊喷雾，对着那两人的脸狠狠按下了阀门。橘红色的高压物柱瞬间喷射而出，高浓度的工业级辣椒素死死糊满了他们的眼睛和呼吸道，两人爆发出比刀疤男更凄厉的惨叫，双手死死捂住眼睛，喉咙里发出剧烈的咳嗽和干呕声。由于挣扎得太剧烈，扑通扑通两声，两人双双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洪水中。危机解除，但哥哥并没有立刻划船离开，他用工兵铲的边缘一把勾住刀疤男的脖子，将他拖到皮划艇边缘。深南大道这么宽，水雾这么大，能见度不到20米，你们是怎么在这个十字路口堵到我们的？哥哥铲子边缘已经压破了刀疤男脖子上的表皮，刀疤男疼得浑身抽搐，看着哥哥那双没有感情的眼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别杀我！是有人在小区的业主群和附近的求生群里发了定位。刀疤男用仅剩的左手哆哆嗦嗦地从防水袋里掏出一个屏幕碎裂的手机。他说他侄女带了高级皮划艇和1背包的顶级求生物资，正往环球大厦走。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是一条10分钟前发布的群消息，发信人的头像赫然是我那平时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大伯苏振民。各位街坊，我侄女苏洛手里有一艘军工级皮划艇，背包里全是高热量食物和净水器，她现在正从深南大道往环球大厦来，谁要是能把她截住，皮划艇和东西全归你，我只要分1半的食物就行。定位如下。在这条消息下面，大伯甚至还附带了一张我以前在朋友圈发的全身照，生怕这群暴徒认错人。我咬着牙，眼底最后一丝对血缘的顾忌彻底荡然无存。洛洛别怕，哥哥一脚将失血过多的刀疤男踹进水里，任由他在洪水中绝望挣扎。哥哥转过身，重新握紧了船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远处在暴雨中若隐若现的环球大厦轮廓。抓紧了，我们现在就去30楼送这老畜生上路。在暴雨和洪水中逆行了整整2个小时，当皮划艇终于撞上环球大厦2楼外沿的玻璃幕墙时，我和我哥都已经濒临虚脱。环球大厦是 A 市的地标建筑，整整30层。如今1楼和地下车库已经彻底沦为汪洋，2楼的群楼平台成了临时的码头，平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逃难者，哭喊声、咒骂声、抢夺物资的厮打声混成一团。哥，把船扎破。我压低声音，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好。哥哥手里的工兵铲猛地一扎一划，那艘价值不菲的军工级皮划艇瞬间泄气，变成了一滩毫无用处的废胶皮。在这个人吃人的末世，带着一艘完好的船招摇过市，无异于小儿抱金砖。我们背着沉重的战术背包，混在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难民群中，顺着漆黑的消防楼梯，一步步向30楼攀爬。没有电，楼道里闷热潮湿，充斥着汗臭和绝望的气息。越往上走，人越少，大多数人爬到10几层就已经体力透支，瘫倒在楼梯间里苟延残喘。就在我们刚刚艰难地爬到18楼与19楼的转角时，脚下的整栋大厦毫无征兆的剧烈摇晃了一下，紧接着下方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玻璃爆裂声和承重墙断裂的巨响。不好！底下几层的防爆玻璃墙被水压挤爆了！哥哥脸色骤变，话音未落，一股滚住的黑色水柱夹杂着团爆的气流，顺着中空的消防楼梯天井疯狂倒灌而上，狂风裹挟着腥臭的水沫瞬间将我们吞没。我踩着的那级台阶瞬间崩塌，碎石裹挟着下方几个难民绝望的尖叫声，向着无尽的黑色深渊坠去。我的身体猛地一沉，强烈的失重感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落落，千钧一发之际，一只青筋暴起的手死死抓住了我的战术背包绑带。哥哥半个身子悬在断裂的楼梯边缘，另一只手将工兵铲狠狠凿进墙壁的缝隙里，硬生生拉住了下坠的我。巨大的漩涡距离我的脚尖只有不到2米的距离，水面上甚至还能看到几具刚被卷上来的残肢。抓紧！哥哥手臂肌肉猛地发力，将我整个人从死亡线上硬生生拽了上来。两人齐齐滚落在19楼的平台上，轰啦啦！就在我落地的下一秒，我们刚才站立的那半截楼梯彻底断裂，轰然砸进了下方的黑水之中。我们瘫在地上，大口喘着混着水汽的粗气，冷汗瞬间浸透了脊背。走，没时间休息了，水还在往上涌。哥哥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拔出墙上的工兵铲，眼神狠厉到了极点。我咬着牙爬起来，双腿虽然还在打颤，但眼底的求生欲却燃烧到了极致。继续往上，必须活着爬到30楼。当我们终于拖着灌铅般的双腿爬完最后半层楼梯，站在30楼的走廊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宽敞的电梯间和走廊被一堵极其突兀、泛着冰冷金属光泽的灰色大门彻底封死。那不是普通的防盗门，而是一扇厚度至少达到15厘米、带有液压转盘的银行金库级防爆门。大门上方，一个闪烁着红光的红外线高清摄像头正死死盯着我们。爸，我们到了！我对着摄像头旁边的对讲机喘着粗气说道。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机械齿轮咬合声，厚重的防爆门向内缓缓弹开，一股干燥、温暖、
甚至还带着淡淡红烧肉香气的空气瞬间扑面而来，一股干燥、温暖，甚至还带着淡淡红烧肉香气的空气瞬间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在经历了外面那宛如地狱般的几个小时后，简直比任何香水都要致命。快进来！门缝里露出了老爸那张熟悉的脸，他手里端着一把改装过的重型复合弩，警惕地扫视了一下我们身后的楼道，确认没尾巴后，一把将我们拉了进去。防爆门重新锁死，将外面那个潮湿、绝望、充满杀戮的世界彻底隔绝。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这才开始打量这个老爸耗尽全部身家打造的末日堡垒。30楼原本是2套大平层，现在中间的承重墙被巧妙地打通加固，形成了一个近400平米的巨大空间，入眼所及，震撼得让人头皮发麻。靠墙的一整面巨大的定制铁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成箱的压缩饼干、军工罐头、自热火锅、真空包装的大米和面粉。另一侧是整整齐齐码放的几十个蓝色大桶，里面装满了纯净水和医用酒精。客厅中央，一套复杂的雨水净化循环系统正在安静地运转，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阳台的位置被改造成了无土栽培温室，一排排 LED 植物补光灯下，绿油油的生菜和小番茄长势喜人。洛洛、阿婷、老妈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冲出来，哎呦，我的老天爷，你们可算活着到了！一把抱住我们，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妈，先别哭，弄点吃的。阿婷刚才在路上见了血，消耗太大。老爸放下复合弩，走过来拍了拍我哥的肩膀，眼神里透着赞许。10分钟后，我和哥哥洗了个痛快的恒温热水澡。老爸在楼顶铺设了隐蔽的太阳能板和蓄电池组，堡垒内实现了完全的电力自由。我们换上干爽的衣服，坐在明亮的餐厅里，狼吞虎咽地吃着老妈端上来的土豆炖红烧肉和白米饭，肉汁混合着碳水的香气在口腔里炸开，那种极致的满足感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老爸坐在对面，面前摆着几台连接着监控系统的平板电脑。爸，大伯人呢？我咽下一口肉，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我把路上遇到暴徒以及大伯在群里发定位悬赏我们命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听到这话，老妈拿着筷子的手猛地一抖，脸色煞白。老爸则是冷笑了一声。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事，老爸将其中一台平板电脑推到我们面前，屏幕上显示的是大厦内部各个楼层的监控画面。老爸不仅改造了30楼，还黑进了整栋环球大厦的物业监控系统。画面中，大厦5楼的走廊里，2个男人正为了一包被泡发霉的方便面互相撕咬，其中一个人的耳朵甚至被生生咬掉了一半，外面已经变成畜生道了。老爸敲了敲屏幕，随后将画面切换到了28楼的物业办公室。看到那个画面的瞬间，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昏暗的物业办公室里，有2个熟悉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打着手电筒，是我大伯苏振民，还有我那个游手好闲的堂哥苏涛。只见监控里，大伯正举着一把钢锯，满头大汗地锯着墙角一根粗壮的黑色电缆，那是老爸为了以防万一，从楼顶太阳能板接下来的备用主电缆。这老畜生在楼下没要道歉，本来想带人砸门，结果水涨得太快，1楼大厅被淹了，他跟他儿子没跑掉，顺着消防通道爬到了28楼的物业办公室躲了起来。老爸继续说，他知道我在这上面囤了东西，第一反应不是求我收留，而是想锯断我们的电缆，逼我们开门。曹哥哥一拍桌子，震得碗筷直响，他一把抓起放在脚边的工兵铲，他在群里买凶杀洛洛，现在又想断我们的电，我现在就下去砍了他。坐下，老爸按住了哥哥的肩膀。爸，这种毒蛇留着就是祸害。哥哥咬牙切齿，我知道，但他锯不断那根电缆。我在外面包了3层凯夫拉防割材料和钢丝网。老爸指着屏幕上大伯因为锯不断电缆而气急败坏踹墙的滑稽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现在水位还在涨，大厦里的难民越来越多，很快就会往高层蔓延。苏振民这老狐狸一肚子坏水，他既然躲在脚底下，绝不会善罢甘休。老爸站起身，走到那一排排堆到天花板的物资前，拿起一把闪烁着寒芒的战术开山刀，扔给哥哥阿婷。洛洛，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天灾，而是人心。老爸转过头，看着监控屏幕里大伯那张因为贪婪而扭曲的脸，一字一顿地说，让他活着，我要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眼睁睁看着我们吃香喝辣，看着水位一点点漫上来，我要让他在极度的饥饿和绝望中活着。暴雨像是瀑布一样整整下了15天，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通过老爸连接的外部无人机监控，我看到整个 A 市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死海。曾经高耸的立交桥只剩下一个个桥墩的尖顶，水面上漂浮着无数膨胀发臭的尸体、垃圾和废弃车辆，水位已经恐怖地逼近了20楼。洛洛，把这盘肥牛下进去，火候刚好。老妈系着围裙，将一盘极品雪花肥牛倒进翻滚的红油锅底里。堡垒的餐厅里，排气扇呼呼作响，将诱人的牛油火锅香气过滤后排出。我和哥哥大口吃着涮肉，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这个连一块发霉饼干都能引发杀人案的末世，我们一家4口却在吃着顶级的海底捞自热火锅，底料配上鲜切的牛肉。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对老爸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滴滴滴，就在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客厅墙上的监控警报器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蜂鸣声。老爸放下筷子，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来活了。我和哥哥立刻扔下碗筷，抓起武器冲到监控大屏前。屏幕上
30楼原本空荡荡的走廊里，此刻正乌泱泱地挤上来20-30号人，这些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窝深陷，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臭味。他们手里拿着消防斧、棒球棍，甚至还有生锈的菜刀。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个破旧大喇叭的中年妇女，王大妈。我认出了这个人，她是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苏振华。苏振华，你在里面吗？开门！王大妈举起大喇叭，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命令口吻。我是居委会的王主任，现在是特殊时期，大楼里几百号人都快饿死了，有人举报你在这上面私自囤积了大量救援物资，我命令你立刻把门打开，把食物和水交出来，由居委会统一调配。我看着屏幕，气急反笑，都什么时候了，还拿居委会那套官腔来压人，统一调配，说白了就是想明抢。爸，他怎么知道我们囤了物资？哥哥握紧了工兵铲，眉头紧锁。老爸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在屏幕上放大了一个角落的画面，在人群最后方楼梯间的阴影里，躲着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虽然他们刻意低着头，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那件熟悉的灰夹克，是大伯苏振民和堂哥苏涛。这老狐狸自己不敢来砸门，把王大妈和这群饿疯了的难民当枪使。老爸冷笑了一声，眼底满是嘲弄。监控里，大伯正拽着一个难民的袖子，声泪俱下地表演着：各位街坊啊，你们可得给我做主，里面那个苏振华是我亲弟弟，他不仅私吞了我们苏家上千万的祖宅卖房款，还背着我囤了一屋子的肉和水，我在下面饿得吃老鼠，他连一口水都不给我喝啊！他这是要逼死亲哥哥！大伯这番极具煽动性的话，瞬间点燃了难民们因饥饿而产生的仇富心理。操，凭什么他在里面吃肉，我们在外面等死？砸开他，大家平分！王主任说的对，特殊时期物资就该充公。几个饿红了眼的壮汉举起手里的消防斧，对着我们那扇15厘米厚的银行级防爆门就开始疯狂劈砍，沉闷的撞击声顺着墙壁传进来。虽然这种程度的物理攻击连防爆门的漆皮都刮不掉一层，但那群人疯狂的嘶吼声却让人心底发寒。爸，我出去剁了带头的那几个。哥哥眼中杀机毕露，伸手就要去按开门键。回来！老爸一把按住哥哥的手，开门，那不就遂了苏振民的愿了？对付这种被煽动的蠢货，不需要见血，只需要见阎王。老爸转身走到墙边的武器柜，输入密码，咔嗒一声，柜门弹开。老爸从里面取出了一把造型极其夸张、通体雅黑的重型复合弩，以及一支箭头带有倒刺的破甲金刚剑。他走到防爆门前，拉开了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隐蔽射击孔。外面的人听着，老爸打开了扩音器，低沉威严的声音瞬间盖过了走廊里的嘈杂。我给你们10秒钟时间，滚下30楼，这是私人领地，越界者死。走廊里安静了一瞬，但紧接着躲在人群后面的大伯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大家别怕，他就是个搞气象的文职，不敢杀人的。门后面全是吃的，冲进去就能活命啊！对，法不责众，砸门。带头的壮汉被大伯一拱火，再次举起了消防斧。10秒到了，老爸他端起复合弩，通过射击孔瞄准了那个举着斧头的壮汉。然而就在金刚箭射出的那一瞬间，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一直躲在后面的大伯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极其狠毒的光芒，竟然猛地一伸手，死死抓住了站在他前面的王大妈的肩膀，用力将他往前一推。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划破了走廊。那只原本射向壮汉大腿的破甲剑贯穿了王大妈的右大腿，巨大的动能带着王大妈肥胖的身体向后飞出半米，嘟的一声，竟然将她死死钉在了走廊的木质装饰墙板上。鲜血顺着箭头狂喷而出，瞬间染红了王大妈的红袖章和下方的地毯。扎人了！救命啊！我的腿啊！王大妈双手捂着大腿，疼得眼泪鼻涕横流。原本还在疯狂砸门的难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一幕彻底吓傻了。他们看着被钉在墙上哀嚎的王大妈，又看了看防爆门上那个黑洞洞的射击孔，眼中的疯狂被恐惧所取代。叮当，带头壮汉手里的消防斧掉在了地上，他双腿一软，连滚带爬地朝着楼梯间跑去。快跑啊！里面的人真敢放箭！人群瞬间崩溃，踩踏着彼此，哭爹喊娘的往楼下逃窜。而那个将王大妈推出来挡箭的大伯苏振民，早在惨叫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拉着堂哥苏涛趁乱钻进了消防通道，逃回了28楼，只留下王大妈一个人被钉在墙上，在绝望中流血哀嚎。老爸面无表情地关闭了射击孔，将复合弩重新挂回墙上。爸，大伯这老东西太毒了，竟然拿别人挡箭。我看着监控里空荡荡，只剩下一滩血迹的走廊，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就是人性。老爸拍了拍手，走回餐厅，重新拿起筷子。老爸夹起一块涮好的肥牛，放进我的碗里，吃吧，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呢。暴雨下满整整1个月的那个深夜，
环球大厦彻底成了一座死城。通过外围的高清夜视监控，我看到浑浊的黑色洪水已经漫过了25楼的落地窗，水面上漂浮的不再仅仅是垃圾，还有大批被泡得肿胀发白的人类残骸。整座大厦停水停电已经20多天了，底层逃上来的难民，加上原本的高层住户，如同羊骨一般在这几层楼里互相厮杀吞噬。每天晚上，楼道里都会传来惨叫声和咀嚼声。苏振华，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你亲哥在28楼饿得吃墙皮，你在30楼吃香喝辣，你不得好死啊！刺耳的电子大喇叭声穿透了厚重的楼板，在寂静的深夜里回荡着。这已经是大伯苏振民连续广播的第7天了。自从王大妈被老爸一剑钉在墙上后，再也没有难民敢靠近30楼半步，明抢不成。大伯这只老狐狸开始玩起了最恶毒的心理战和舆论战。他在28楼的物业办公室里翻出了几个充电大喇叭，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循环播放老爸的名字。30楼有肉，有几百桶纯净水，苏振华就4个人，大家只要冲上去就能活命，他不敢把我们全杀了。哥哥一拳重重的砸在茶几上，额头上青筋暴起，双眼因为连日的噪音骚扰熬得通红。爸，我受不了了，这老狗天天这么叫魂，就算那些难民不敢上来，我们迟早也要被他恶心出精神病。哥哥一把抓起旁边的战术弩，我现在就顺着通风管道爬下去，一刀抹了他的脖子。坐下，老爸坐在监控屏幕前，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极品大红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心浮气躁，兵家大忌。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刚想开口劝我哥2句，突然一股极其刺鼻的恶臭味毫无征兆地从客厅天花板的角落飘了下来，那是一种混合着下水道淤泥、排泄物发酵以及高度腐烂的死老鼠的绝望气味。只闻了1秒，我的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老妈更是直接捂着嘴冲进了洗手间疯狂干呕。怎么回事？排气系统坏了！哥哥猛地站起来，捂住鼻子。老爸的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他迅速在平板电脑上切换了几个隐蔽摄像头的画面。画面里，大伯苏振民和堂哥苏涛正戴着防毒面具，手里拎着几个黑色的塑料大桶。堂哥正用一把撬棍极其吃力地撬开30楼备用通风口外面的百叶窗，而大伯正阴笑着将桶里那些黑黄相间、散发着剧毒沼气的排泄物和腐烂的动物尸体顺着通风管道的缝隙一点点往里倒。操他妈的！哥哥彻底暴走了，双眼瞬间充血。这老畜生是想用生化武器逼我们开门！我咬着牙，气得浑身发抖。在末世的密闭空间里，这种高度腐败的污物一旦进入通风系统，不仅会带来无法忍受的恶臭，更会迅速滋生致命的细菌和病毒。苏振民，你真是好样的！老爸看着监控，怒极反笑。他转身大步走到墙边的环境控制面板前，掀开了一个红色的保护盖，全屋内循环新风系统已启动，生化级 Hyper 活性炭过滤网已接入，外部进气阀门强制锁死。伴随着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堡垒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仅仅不到1分钟，客厅里那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就被强力抽走，取而代之的是带着点淡淡清新味的纯净空气。老爸走到武器柜前，拿出了2把上了膛的改装霰弹枪，扔给哥哥一把。爸，我们现在下去干他。哥哥接过枪，拉动枪栓，杀气腾腾。不，老爸摇了摇头，伸手将监控画面的焦距拉远，指向了环球大厦外围那片漆黑的汪洋。阿婷、洛洛，你们看仔细了。我顺着老爸的手指看去，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在距离大厦不到500米的水面上，几道刺眼的探照灯光柱正穿透暴雨的水幕，如同幽灵般向我们逼近。借着闪电的光芒，我隐约看清了那是什么。那是3艘经过重度改装的军用冲锋舟，冲锋舟上站着10几个穿着黑色雨衣的彪形大汉，他们手里拿的不再是消防斧和钢管，而是土制猎枪、砍刀，甚至还有一捆捆用防水胶布缠着的土制炸药。老爸的声音低沉的可怕，水位已经逼近29楼了。这些水上的黑恶势力盯上了这片地标建筑里的高层肥羊。我瞬间明白了老爸的意思。爸，你是说苏振民这老狗在楼下喊了7天，不仅没能逼我们开门，反而把这群真正的亡命徒给招惹来了。老爸看着监控里还在卖力往通风口道大粪的大伯父子俩，这群水上暴徒要攻打30楼，28楼就是必经之路。老爸转过身，今晚这老畜生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引狼入室。暴雨如注的深夜，环球大厦被彻底淹没在了29层的深水区。通过红外夜视监控，我死死盯着那3艘如同幽灵般靠近的军用冲锋舟，探照灯惨白的光柱刺破雨幕，最终停在了大厦28楼破碎的玻璃幕墙外。10几个穿着黑色雨衣，手里端着土制双管猎枪和砍刀的暴徒，动作极其熟练地抛出带倒刺的飞爪，顺着绳索荡进了28楼的物业大厅。来了！老爸将手里的茶杯重重放下。阿婷，子弹上膛。洛洛，去把内层的防爆盾推过来。我和哥哥迅速行动。监控屏幕上，暴徒们一进入28楼，见人就砍，见东西就抢。那些原本还在互相残杀的难民，在真正的热武器面前，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爸，大伯在那边。哥哥指着屏幕角落，咬牙切齿。我顺着哥哥的手指看去，只见大伯苏振民和堂哥苏涛正瑟瑟发抖地躲在物业办公室的办公桌底下。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暴徒老大
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手里的猎枪直接顶在了大伯的脑门上。然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大伯没有求饶，也没有反抗，他竟然双膝跪地，双手高高举起了一卷泛黄的图纸，对着刀疤脸大喊了起来。虽然监控没有声音，但老爸早就黑进了物业的内部通讯线路。大伯那谄媚到极点的声音，清晰地从平板电脑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大哥，好汉，别开枪，留着我能送你们一场天大的富贵。”刀疤脸动作一顿，枪口往下压了压。老东西，你拿张破纸忽悠我？不是忽悠，绝对不是忽悠。大伯跪在地上，疯狂地磕头。这楼顶30层，住着我亲弟弟，他是个疯子，变卖了千万家产，在上面建了个防空堡垒，里面堆满了吃不完的鲜肉、纯净水，还有太阳能发电机。他们就4个人。听到鲜肉和纯净水，刀疤脸和周围几个暴徒的眼睛瞬间冒出了绿光。在这末世，一瓶干净的水比金条还管用。他那门是银行级的防爆门，你们硬砸是砸不开的。大伯见刀疤脸心动，立刻献宝似的展开了手里的图纸。这是我在物业翻出来的环球大厦消防与建筑隐蔽图纸。我知道那扇门的承重弱点在哪，只要你们答应攻进去之后，分我1套房和1半的物资，我亲自带你们上去炸门。老子现在就下去活劈了他！哥哥双眼赤红，端起霰弹枪就要往外冲。回来！老爸一把揪住哥哥的后领，将他狠狠拽了回来。你现在下去就是给他们当活靶子，那10几把土制猎枪一轮齐射，你连渣都不剩。那怎么办？爸，大伯手里有图纸，防爆门一旦被炸开，五级的声音都在发颤。老爸的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监控里已经和暴徒达成交易的大伯，嘴角突然勾起一抹极其残忍的冷笑。图纸是真的，弱点也是真的，但我苏振华砸了那么多钱建的堡垒，如果只有1道门，那我也活不到今天了。老爸迅速转身，走到客厅中央的控制台前，拉下了一个红色的重型铡刀，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机械咬合声，在第1道防爆门后方3米处，走廊两侧的墙壁突然向内滑动。第2道更加厚重，表面布满尖锐防撞字的钛合金大门轰然合拢，退守第2道防线。阿婷，把防爆盾架好，射击孔打开。老爸有条不紊地下达着命令。既然他们想进来，那就让他们进来，关门打狗，才杀得痛快。凌晨2点，走廊的监控里，大伯带着10几个全副武装的暴徒，踩着满地的尸体，悄无声息地摸上了30楼。刀疤脸看着那扇厚达15厘米的防爆门，倒吸了一口凉气。大伯拿着手电筒，指着门框右下角与承重墙连接的一个极其隐蔽的缝隙：“大哥，就是这里，这是当初大厦预留的中央空调主管道口，承重墙最薄，只要把炸药塞进去，这门必倒。”刀疤脸冷笑一声，从腰间掏出一管用防水胶布缠得死死的土制雷管，递给大伯：“老东西，既然是你亲弟弟，那这门就由你来敲吧。”大伯愣了一下，随即咬着牙，拿着雷管走上前，极其熟练地将它塞进了那个承重缝隙里。“苏振华，你别脸不要脸，今天老子送你全家上西天！”大伯狞笑着，掏出防风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火花四溅。大伯连滚带爬地往楼梯间跑去。所有人捂住耳朵，趴下。老爸在门内发出一声厉吼，轰！一声震耳欲聋的恐怖巨响在走廊里轰然炸开。30楼的地板剧烈震颤，头顶的灰尘簌簌落下，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堡垒。通过被炸得布满雪花点的监控，我看到门轴断裂，厚重的金属大门轰然倒塌，砸在走廊上，激起漫天烟尘。门开了，兄弟们，冲进去抢肉啊！刀疤脸狂喜的嘶吼声穿透了烟雾。老爸站在第2道钛合金大门后，端起复合弩，透过射击孔，眼神冰冷：“地狱无门，你偏闯，今晚谁也别想活着下这层楼。”第1道防爆门倒塌的巨响还在耳边回荡，浓烈的硝烟混合着石灰粉尘，瞬间灌满了30楼的走廊。冲啊！抢肉，抢女人！刀疤脸狂喜的嘶吼声穿透了烟雾。10几个暴徒像闻到血腥味的饿狼，踩着倒塌的门板，端着土制猎枪疯狂地涌入了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物资宝库。大伯苏振民和堂哥苏涛跟在最后面。大伯那张老脸上已经堆满了贪婪到极点的扭曲笑容，手里甚至还死死攥着一个准备用来装物资的编织袋。然而当烟尘稍稍散去，暴徒们的狂欢声戛然而止。迎接他们的不是堆积如山的自热火锅和纯净水，而是一堵泛着冰冷银灰色光泽，表面布满了10厘米长倒刺的钛合金大门。在这扇门的左右两侧，赫然开着2个极其隐蔽的射击孔。操，怎么还有1道门？刀疤脸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抽，气急败坏的转头揪住大伯的衣领：“老东西，你敢耍老子！”大哥，我不知道啊，图纸上没画这道门啊！大伯吓得魂飞魄散，双腿一软又跪了下去。这肯定是苏振华那个疯子私自加建的，现在知道晚了。第2道门后，老爸冰冷的声音通过破音器在走廊里炸响。下一秒，2个射击孔同时喷吐出死亡的火舌。砰！哥哥手里的改装霰弹枪率先开火，在不到5米的极近距离内，霰弹枪的威力堪称恐怖，无数细小的钢珠呈扇形喷射而出，冲在最前面的3个暴徒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老爸的重型复合弩紧随其后，一支破甲金刚箭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射出，贯穿了一个正准备举枪瞄准的暴徒的咽喉。啊！我的眼睛，有枪，他们有真家伙，快退！短短3秒钟，走廊里变成了修罗场，鲜血混合着脑浆溅满了墙壁，
暴徒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降维打击彻底打懵了，哭爹喊娘的往后退，躲到承重墙后面，开枪，给老子开枪压制！刀疤脸毕竟是亡命徒，他一把拽过大伯挡在自己身前，推到射击死角，端起双管猎枪对着射击孔就是2枪，砰砰，铁砂打在钛合金门上，除了溅起几簇火星，连个凹坑都没留下。我们躲在门后，哥哥一边快速往枪膛里塞子弹，一边咬牙切齿，爸，这门能撑多久？物理攻击他们砸1年也砸不开。老爸冷静地重新上弦，但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大伯极其阴毒的喊声：“大哥，别开枪了，打不穿的。这门是钛合金的，但是导热，它们里面空间封闭，我们用火烧把它们活烤熟，只要温度一高，里面的氧气就会耗尽，它们不出来也得憋死。好主意，老东西，算你立了一功。”刀疤脸狞笑起来。兄弟们，把燃烧瓶都给老子拿出来！砸门上，哐当，哗啦，10几个装满汽油和白磷的玻璃酒瓶被狠狠砸在了钛合金大门和走廊的墙壁上。轰！冲天的火光瞬间爆燃，刺鼻的汽油味混合着高温，包裹了整个第2道防线。滴滴滴，堡垒内部的温度警报器开始疯狂闪烁。原本恒温24度的客厅，温度在短短3分钟内飙升到了40度。钛合金大门虽然坚固，但金属极强的导热性让门板变得滚烫通红。更致命的是，大门边缘的橡胶密封条在高温下开始融化，散发出剧毒的黑烟，可怕！排气系统快撑不住了。我捂着口鼻，眼睛被浓烟熏得直流泪。老妈更是已经热得几近虚脱，瘫倒在沙发上。如果继续死守，我们会被这几千度的高温活火烤成干尸，或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老爸死死盯着监控里那片火海，以及火海后大伯那张因为兴奋而扭曲的脸，双眼中爆发出决绝的狠戾。这群畜生既然想要这些物资，那就给他们留着陪葬。老爸猛地转过身，一把扯下墙上的消防斧，大吼道：“阿婷、洛洛，穿上极地防寒服，背上核心战术背包，我们撤！去哪？”哥哥愣住了。天台！老爸一斧头劈开了通往楼顶天台的紧急逃生通道锁。30楼已经守不住了，带上最核心的武器和救命药，其余的全扔了。我一把拉起虚脱的老妈，将那个装着抗生素、起爆器和极地求生物资的黑色背包死死绑在身上。哥哥则背上了所有的弹药和那把复合弩。砰！就在我们刚刚踏上通往天台的楼梯时，身后那扇被烧得通红的钛合金大门终于因为密封条的彻底融化和外部的暴力撞击轰然倒塌，门破了！哈哈哈哈！苏振华，你的死期到了！大伯癫狂的笑声从火海中传来。快走！老爸端着霰弹枪殿后，对着冲进来的暴徒连开3枪，逼退了他们。随后猛地关上了天台的铁门，并用一根粗壮的钢筋死死卡住门把手。狂风呼啸，30楼的天台上没有任何遮挡物，下方是深不见底、吞噬了整座城市的黑色汪洋，身后是即将被暴徒攻破的最后一道铁门。我们一家4口被逼入了绝境，身后的铁门开始剧烈震动。刀疤脸和大伯带着人已经追上来了。这扇普通的消防铁门根本挡不住暴徒的消防斧和土制炸药，退无可退。我站在天台边缘，半只脚已经悬空，伸手摸进了防水战术背包的夹层，手指死死捏住了一个冰冷的黑色塑料遥控器。伴随着一声巨响，天台的铁门被彻底炸飞。大伯苏振民踩着铁门残骸，带着10几个端着枪的暴徒，满脸狰狞地冲上了天台，将我们死死包围。风雨中，大伯看着我们，嘴角咧开一个极其残忍的弧度。跑啊，苏振华！你他妈怎么不跑了？被炸飞的铁门残骸上，刀疤脸端着双管猎枪，带着10几个浑身湿透、杀气腾腾的暴徒，将我们死死包围。大伯苏振民从刀疤脸身后钻了出来，他身上那件灰夹克已经被雨水浇透，但那张老脸上的褶子却因为极度的贪婪和狂喜，紧紧地挤在了一起。振华啊，认命吧，你那2道破门挡不住我们的。大伯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阴恻恻地笑了起来，目光贪婪地盯着我老爸身上那个装满核心物资的战术背包。废话少说，刀疤脸不耐烦地用枪托砸了一下地面。老东西，密码呢？赶紧让他们把楼下那个钛合金保险库的红魔密码交出来，老子的兄弟们还等着吃肉呢。老爸冷冷地看着他们，手里的重型复合弩稳稳地端着，没有一丝颤抖。密码没有，命有一条，不怕死的，上来拿！哥哥手里的霰弹枪直接顶上了膛，来啊，曹！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开火，打残他们再逼问。刀疤脸彻底怒了，猛地举起猎枪。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躲在大伯身后的堂哥苏涛突然借着暴徒们的掩护，猛地从侧面扑了上来。妈！我惊呼出声，但已经来不及了。老妈因为刚才在堡垒里的高温烘烤，本就体力透支。苏涛一把揪住了老妈的头发，将她狠狠拽到了暴徒的阵营里，同时一把生了锈、散发着腥臭味的杀猪刀死死地架在了老妈的脖子上。别动，谁他妈敢动一下，我马上弄死他！苏涛面目狰狞地咆哮着，刀刃已经压破了老妈脖子上的表皮，渗出了一丝鲜血。放开他！苏涛，我操你妈！哥哥目眦欲裂，不顾一切的就要往前冲，却被老爸一把死死拉住。老爸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握着复合弩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哎呦！
涛子，轻点，这可是你亲婶婶啊！大伯假惺惺地喊了一声，随后慢悠悠地走到阵前。他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大局已定的得意和嘲弄。他清了清嗓子，换上一副语重心长、令人作呕的长辈嘴脸。振华、洛洛、阿婷，你们看，这又是何必呢？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毕竟是一家人啊。大伯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要你们现在乖乖放下武器，把30楼物资库的红魔密码和防御系统的最高权限交出来，我向刀疤哥求个情，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哦不，留你们一条活路，毕竟血浓于水嘛。血浓于水，带路炸门，放火烧屋，现在又拿刀挟持我妈，他竟然还能厚颜无耻地说出一家人这种话。大伯，我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雨水灌进肺里，让我的大脑瞬间清醒到了极致。我没有哭，也没有求饶，而是缓缓从老爸身后走了出来。洛洛，别过去！老妈被刀架着脖子，绝望地冲我摇头。我给了老妈一个安抚的眼神，随后目光死死地盯住大伯那张虚伪的脸。你是不是觉得你明定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进了战术背包最隐秘的夹层里。洛洛，你别犯傻，十几把枪指着你们呢，交出密码！大伯保证。大伯的话还没说完，我的手猛地从背包里抽了出来，在闪电惨白的光芒下，我高高举起右手，我的手里死死攥着一个黑色的塑料遥控器，大拇指已经稳稳地按在了那个红色的起爆按钮上。大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极其疯狂残忍的冷笑，我的双眼因为极度的愤怒和决绝，已经变得一片血红。这是30楼堡垒的终极起爆器。老爸在装修的时候，不仅加固了防爆门，还在承重墙的缝隙里，以及那些你们做梦都想吃的自热火锅和纯净水下面，埋了整整10公斤的 C4 高爆军用炸药。此话一出，天台上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刀疤脸脸上的横肉猛地一哆嗦，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大伯脸上的得意更是瞬间僵住，变成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你放屁，那是你们全部的家当，你们怎么可能埋炸药？不信，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去验证吧！我歇斯底里的怒吼出声，声音甚至盖过了天台上的狂风暴雨。苏振民，你这辈子最贪婪，最自私，你想要我们的命，想要我们的物资，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把那些肉全炸成灰，把这栋楼炸塌，我也绝不会留给你们这群畜生哪怕一口水。去地狱里做你的一家人吧！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谈判或者开枪的机会。在这个人吃人的末世，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既然退无可退，那就玉石俱焚。我闭上眼睛，大拇指带着决绝的力量，狠狠地向着那个红色的起爆按钮按了下去。不要！大伯发出惨叫，刀疤脸和暴徒们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往楼梯间跑。咔嗒，起爆器的按钮被我彻底按到底。然而预想中震碎耳膜的爆炸声并没有传来。就在我按下按钮的前一秒，或者说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绝对静止的瞬间，头顶的天空突然变了，原本漆黑的夜空毫无征兆地撕裂开来，变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紫红色。紧接着砸在我脸上的暴雨突然停止了。不是停止，而是那些还在半空中飞舞的雨滴，在0.01秒的时间里，瞬间凝结成了锋利的紫红色冰凌。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寒气从9天之上轰然砸下，气温在短短几个呼吸间，从闷热的30度发生了断崖式的、违背物理常识的恐怖暴跌。同归于尽的倒计时，在这一秒被大自然以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怎么回事？我猛地睁开眼，低头看向手里的遥控器，只见遥控器原本闪烁的红色信号灯，此刻竟然已经彻底熄灭，塑料外壳上甚至结出了一层诡异的白霜。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感。天空中那如同浓墨般的黑云，不知何时已经被撕裂成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紫红色。原本砸在脸上生疼的暴雨，在半空中直接凝结成了锋利的冰针。当当当，冰针砸在天台的铁门残骸和暴徒们的枪管上，发出清脆而密集的撞击声。操，这他妈是什么鬼天气？怎么突然下冰雹了？刀疤脸抹了一把脸，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手背上的雨水竟然在1秒钟内结成了冰鞘。大哥，好冷，我怎么感觉骨头都冻僵了？旁边的一个暴徒牙齿开始疯狂打颤，他身上那件单薄的黑色雨衣此刻已经被冻得像铁皮一样硬，气温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发生断崖式暴跌，10度、0度、零下20度、零下40度，仅仅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天台上的温度直接跌破了零下50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C4 炸药没有爆炸了。在这种极端恐怖的超低温下，遥控器里的锂电池电压瞬间归零，引爆电路被直接冻死了。大自然用一种最蛮横、最不可理喻的降维打击方式，强行终结了这场同归于尽的死局。涛子，我的手动不了了！大伯苏振民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他刚才为了向刀疤脸邀功，脱掉了外套，只穿了一件被暴雨浇透的短袖衬衫。此刻，那些浸透在他衣服和皮肤里的水分，变成了最致命的催命符。我亲眼看到一层肉眼可见的冰晶顺着大伯的脚踝，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向上蔓延。他浑身的血液在极寒中迅速变得粘稠，停止流动。他那张原本因为贪婪而扭曲的老脸，
肌肉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僵硬。爸，救我，我好冷。挟持着我妈的堂哥苏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拿着杀猪刀的手已经被冻成了青紫色，手指僵硬的再也握不住刀柄。当啷一声，杀猪刀掉在了结冰的地面上。妈，快过来！哥哥反应极快，我们一家4口在退守天台前，老爸就逼着我们穿上了最高级别的极地防寒服，那种连体式的气凝胶保暖服，足以抵御零下70度的极寒。哥哥一个箭步冲上去，趁着苏涛身体僵硬的瞬间，一把将老妈拽回了我们身边。苏涛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张大嘴巴想要呼救，但呼出的热气在离开口腔的瞬间就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开枪，打死他们！抢衣服！刀疤脸毕竟是个狠角色，他在绝境中爆发出最后的凶性，端起双管猎枪想要扣动扳机，然而太迟了，金属枪管的导热性极强，他那双没有戴手套、沾满雨水的手此刻已经被死死地冻在了扳机和枪托上。他用力一扣，咔嚓，没有枪声，只有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脆响。刀疤脸的食指被他自己硬生生地掰断了。啊，这是刀疤脸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声惨叫。随后，极寒彻底吞噬了他们。风停了，紫红色的天空下，30楼的天台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我站在防寒服的头罩里，隔着护目镜，看着眼前这极其震撼又极其诡异的一幕。10几个刚才还凶神恶煞、叫嚣着要杀光我们全家的水上暴徒，此刻全部保持着各种扭曲的姿势，被彻底冻成了栩栩如生的冰雕。刀疤脸保持着端枪的姿势，断掉了一根手指，脸上的横肉凝固着极致的惊恐。而在他们中间是我大伯苏振民。这座冰雕双膝微曲，似乎是想要逃跑，但又像是想要跪地求饶。他那双浑浊的老眼圆睁着，眼球上覆盖着一层白霜。苍天有眼啊！老妈靠在哥哥怀里，看着大伯的冰雕，眼泪夺眶而出，瞬间又在护目镜下结成了冰珠。别看了，这不是结束！爸爸突然开口，我猛地回过神来，这才发现脚下的天台正在发生极其剧烈的震颤，咔咔咔，轰！大楼内部传来钢筋崩断声。爸，大楼怎么了？哥哥惊呼。水结冰，体积会膨胀10%。老爸指着天台外围那片已经被彻底冻结的黑色汪洋，29层楼高的洪水现在全部变成了坚冰。这股恐怖的膨胀力正在从四面八方挤压环球大厦的地基和承重墙。我低头看去，只见原本平整的天台地面已经裂开了一条手臂宽的巨大缝隙，大厦的倾斜角度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极地物资箱，快！老爸大吼一声，冲向天台角落一个被防水布盖住的巨大铁箱，那是老爸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条生路。大自然不分善恶，他的清算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在这栋摩天大楼彻底崩塌之前逃离这片死亡地带。我和哥哥顶着零下50度的恐怖飓风扑了过去，掀开防水布，砸开铁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台被折叠的极其紧凑的军用重型冰橇机车，以及4套带有磁吸冰爪的速降绳索。水面冻结在29楼，距离我们只有1层楼的高度。阿婷，放绳子，洛洛，帮我把冰橇推下去。老爸的语速极快，每一个字都在和死神赛跑。我们迅速将高强度静力绳的一端死死扣在天台最粗的承重柱上，另一端挂在腰间的速降环上。妈，闭上眼，别往下看。哥哥一把将老妈护在身前，双脚一蹬天台边缘，嗖，伴随着绳索摩擦的刺耳声，哥哥带着老妈率先跃入了漫天飞舞的紫红色冰晶中，稳稳地落在了下方29楼高度的冰面上。紧接着，我和老爸合力将那台重达200公斤的折叠冰橇推了下去。冰橇砸在坚硬的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走！老爸一把将我推向边缘，我没有任何犹豫，纵身一跃，双脚接触到冰面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场极寒的恐怖。脚下的冰层不是平整的，而是因为急速膨胀，形成了无数巨大冰刺。曾经淹没城市的滔天洪水，此刻变成了一片死寂而狰狞的极地冰原。轰隆隆！就在老爸刚刚滑降落地的瞬间，头顶上方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那根绑着我们速降绳的承重柱彻底崩断了。上车，快！哥哥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冰橇机车，拉动了引擎。经过老爸特殊改装的抗寒引擎发出了咆哮，履带在冰面上疯狂摩擦，搅碎了大片冰碴。我们一家4口死死抓把手和座椅，哥哥将油门直接轰到底，重型冰橇在凹凸不平的冰原上弹射起步，疯狂向前狂飙。身后的天空中传来了玻璃爆裂声，我回头看去，眼前的画面成了我此生永远无法磨灭的震撼烙印。那座曾经象征着 A 市繁华、高达100多米的环球大厦，此刻坚冰的挤压下，从中间轰然折断，无数巨大的混凝土碎块、扭曲的钢筋夹杂着30楼的残骸，砸向我们身后的冰面，气浪混合着冰雪，形成了一场小型的雪崩，在我们的车尾疯狂追赶。抓紧了！哥哥驾驶着冰橇在巨大的冰刺之间左突右闪，几次都险些被砸落的建筑残骸击中，狂飙了整整5分钟，冲出了2公里远，身后的轰鸣声才终于渐渐平息。风雪稍歇，哥哥缓缓停下了冰橇，我们大口喘着粗气，转头望向来时的方向，没有了，那座环球大厦已经彻底消失在了地平线上，化作了一座巨大的冰雪坟墓，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极致的死寂。我看着脚下透明的冰层几10米之下，
隐约能看到曾经拥堵的高架桥、废弃的汽车，以及那些为了名利和欲望奔波的人类文明遗迹。现在，他们全都像琥珀里的昆虫一样，被大自然永远的封存了。爸，我们活下来了！我靠在老爸的肩膀上，声音有些颤抖，不仅是因为寒冷，更是因为一种劫后余生的空虚。老爸没有说话，他从贴身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了那个一直没有离身的军用终端屏幕，屏幕上是一串刚刚解码完成的卫星数据。洛洛、阿婷，你们知道这场灾难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老爸的声音在空旷的冰原上显得格外苍凉。我和哥哥对视了一眼，摇了摇头。我之前以为这只是一个罕见的极端气象周期。老爸看着屏幕上的数据，眼神中透出一种深深的敬畏。但国家避难所发来的最后一段未加密广播里给出了真相：这场暴雨转极寒不是偶然，而是地球的自我免疫机制。老爸抬起头，环顾着这片纯白的世界。人类几百年来无休止的开采、排放、破坏环境，为了利益，我们像病毒一样侵蚀着这个星球。地球生病了，所以他发了一场高烧连续1个月的暴雨，就是他在洗刷表面的污垢；而现在的极寒是他在冷冻杀毒。听到这段话，我彻底愣住了。我突然想起了大伯，想起了那些水上暴徒，想起了大厦里为了半块饼干互相撕咬的难民。大自然用最冷酷、最不容抗拒的方式清除了名为贪婪的病毒。在这场浩劫面前，人类的算计、阴谋、财富、地位，简直可笑的连一粒冰碴都不如。我们能活下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狠毒，而是因为老爸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对大自然最深沉的敬畏。他没有盲目自信，没有试图去征服，而是顺应、防备、克制。老爸的终端上亮起了一个绿色的坐标光点。走吧，老爸收起终端，拍了拍哥哥的肩膀。国家在西北的高原地下建立了火种避难所，那里有地热系统，有保存下来的人类文明基因库。我们的路还很长。好嘞，坐稳了。哥哥重新戴上护目镜，发动了引擎，冰橇再次在冰原上疾驰起来。我抬起头，看向远方的地平线，在那片紫红色的天际尽头，厚重的云层终于裂开了一道极其微小的缝隙，一抹微弱但却纯粹温暖的晨光艰难地洒在了这片冰封的废墟上。旧世界的贪婪与喧嚣已在1万吨的坚冰下彻底粉碎，而敬畏自然的火种将在地底深处静静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苏醒。